大家好，我是徐德志。就在本次关于加沙的安理会紧急会议召开前，欧洲5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的决定，并呼吁以色列立即撤回该决定。We condemn the government of Israel's decision to further expand it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Gaza. This plan risks violating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We call on Israel to urgently reverse this decision and not to implement it. 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希望安理会可以就当前的局势通过一份决议。And we believe the Council should adopt a resolution to stop this plan. 而在安理会内，绝大部分的国家也表达了类似的对于以色列计划的反对。可以说，国际社会在当前的普遍共识是，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和对人道物资的限制，已经使得加沙人道局势处于崩溃边缘。进一步扩大其军事行动，将会把加沙的人道灾难推向更加严重的地步。但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施压却缺少了一个国家——美国。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告诉我，他希望美国政府可以考虑国际社会的呼声。How much pressure do you think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uld give to U.S. to? I think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building this pressure. We hope that the U.S. government will go alo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are willing and ready to work with the U.S. government. 而这是在安理会开始前，我向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谢伊提问的画面。Ambassador, is the U.S. agree with Israel's plan to reoccupy the Gaza city? 实际上，近期国际社会采取了很多行动，试图施压以色列在加沙实现停火。比如，在联合国安理会多次举行的公开会，比如7月底由法国和沙特阿拉伯共同主办的两国方案国际会议。但基本上，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非常的坚决。首先，必须将释放被扣押人员与停火、人道主义救援进行挂钩。其次，支持以色列开展打击哈马斯的所谓反恐行动。最后，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的救援行动。此外，美国认为国际社会的施压都是在破坏当前所做出的停火努力，并批评各方对以色列、对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和对美国行动在制造虚假信息。各国不管是宣布召开高级别会议，宣布将承认巴勒斯坦国，还是发表联合声明，其实都是一种政治上的施压。就像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所说的那样，是缺乏行动的。而美国是对以色列具有影响力的国家，提供了以色列大量的军事物资。从过去2年可以发现，不管是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当受到各方施压的时候，通常会做出一些无关痛痒的让步，比如修建几乎毫无作用的人道主义临时浮动码头，比如当前备受批评的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等。但从实质上来看，不但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行动，反而在重要的问题上坚定地站在以色列的背后。政治施压对美国相当有限，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将会继续导致安理会在巴以问题上无法有任何的作为，同样也会让巴以问题继续延宕，甚至朝着背离两国方案的错误方向飞奔。以上是央视记者徐德志来自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观察。